印军最近在边境处又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，不过这次的演习比较特殊，印度士兵骑着马，扛着国旗冲上高原，带领着身后的坦克部队发起了冲锋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对于我国的领土，不仅位于南海的菲律宾是十分垂涎，位于西边的印度也十分垂涎。由于当年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，英国将我国不少的地盘都给划入其他地区，并擅自划出了一条边界线，这为日后的印度独立留下了后患。印度认为中国的领土被英国人划分后，就该是印度的地盘，并以此为理由多次在边境发生冲突。在上世纪，双方更是打得不可开交。直到现在，印军还时不时在边境挑衅我军，寻衅滋事，双方也有伤亡产生。就比如说在加勒万河谷的中印边境冲突，虽然此次冲突我军人数战劣，但解放军凭借强大的战斗力，形成了以少打多，还占据上风的局面。在这次冲突中，吃亏的印军就在边境处进行了大量的部署，边防部队、山地作战部队、机动作战部队都派到了边境处。其中山地作战部队的12个师人数就达到了15万人，再算上其他的部队的话，总人数可达20万。而我国在边境处仅部署了3个旅，人数在2万左右。还有分析认为，我国在边境处部署的兵力应该有5万左右。但无论怎样，人数都不足印军一半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人数数倍碾压于解放军的印军也不放心，因为印军的人虽然多，但是装备却比较拉垮，在配备的各种武器上远不如解放军的这些精锐强大，并且印军的战斗力也提不上船。当初在加勒万河谷冲突，就是因为印军的战斗力远不如解放军，才以多打少都没占到好处。因此，印军现在就经常在边境处展开军事演习，想要提高印军的战斗力，让印军在以后和解放军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一雪前耻。日前，在加勒万河谷西北55公里的德普桑平原，印军就在这儿进行了一次高原山地装甲分队的进攻演练。和其他边境地区的崎岖山路不同，此地地势平坦，因此也是印军装甲部队的预设战场之一，认为这里是将来对付解放军的主要战场。在这次的演练中，本来前半段还是挺正常的，印军用刚进口的以色列长钉光纤制导反坦克导弹大坝 T72M1 和 BMP2 装甲分队进行进攻演练，装备了印度国产快速反应中型战车的轮式装甲分队快速进攻。仅看这前半段还有模有样的，挺像回事，但是后半段开始，印军就逐渐发挥3个特色了。出现了一支骡马部队，士兵们骑着骡子和马，背着枪作战，仿佛直接回到了中世纪的骑兵作战。而演练的最后内容更是离谱，这支骑着骡子和马的骑兵部队扛着印度国旗冲锋在前，引导后方的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发起大冲锋。看了这印度的演习后，不得不说，三哥在搞行为艺术上确实是有一手的。之前阅兵时，摩托车大队的杂技表演就够震撼人心的了，结果这次来了个骑兵连带头冲锋，让人看得简直啼笑皆非。但对于这种演习的作战方式有没有用，那就是两说了。骡子1小时大约可以跑20公里，而马1小时能够跑20至60公里。本次演习中，印军的 T72M1 坦克在公路上最大行驶速度60公里每小时，越野的话35至45公里每小时。印军的骡马部队，骡子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就不说了，马稍微带上点单兵作战装备，续航就直接下降，跑个20-30公里就不错了，更别提在高原5000米的环境下，让这些马带头冲锋跑起来了，着实是有些为难这些骡子和马了。也就是说，真到了作战的时候，这些马跑的可能还没坦克快，还不如坦克持久。冲着冲着，坦克就把作为带路人的骑兵给超了。
到时候这崎岖山路，说不定这些坦克连人带车都给摔沟里了。况且，就算有这些骑兵引导坦克冲锋，作用恐怕还没我国的轻坦大。虽然印度的大吨位主战坦克在火力上要绝对碾压轻坦，但也要看是什么环境。在这种山地环境中，讲究的就是一个机动作战。还没等印军冲锋完毕呢，我军的轻坦恐怕就已经完成了部署，等着印军的骑兵连率领坦克部队过来送菜。